大家好，今天看了一篇清华、北大和中科院单位刚发表在 Cell 就是那个知名医学生物杂志《细胞》上的论文。论文说仅熬夜4天死亡率就能达到80%。他们发现了睡眠不足、免疫崩溃的这个新机制注意是小白鼠，不是人。那2024年的新年马上就要到了，1个月后呢又是春节，估计很多人会熬夜打牌玩游戏，是吧？生活又变得不规律，这个危害是挺大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睡眠的重要性。那作为一个 YouTuber 或者说 UP 主，熬夜是常事儿，是吧？常常因为搜一些资料看一些论文或者写一些东西，会熬夜很晚，自己也觉得我只要第二天睡够就好。但是让我态度转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论文。大家都知道在人的一生中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加快，很多人呢不得不牺牲睡眠时间来工作。有的人还恬不知耻的说你这是福报。除了工作压力还有很多人因为报复性熬夜，就像我这样的睡眠不足根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年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人的入睡时间集中在23点到1点，比2021年向后延迟了1个小时。此外呢，一项针对中国职场青年的报告显示超过50%的职场青年每天都是在12点之后才睡觉，甚至13%的要熬夜到凌晨2点之后。但是睡眠不足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是有很大影响的。那早在2007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叫 IARC 就把熬夜包括这个昼夜节奏打乱的这种轮班工作定义为2A 类致癌物。2A 类致癌物，我给大家说几个油炸类食物、铅、3聚氰胺、黄曲霉素、敌敌畏、草甘膦就是除草剂。所以有的人说我不在外边吃怎么能得癌症呢？熬夜也可能得癌症。另外熬夜呢还会导致这个主要的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增加92%，增加这个海马体中抑制神经元的活动，破坏你的记忆巩固，甚至于死亡。当然呢，人们对于熬夜的认知一直是在变化，所以清华、北大和中科院这些单位联合研究论文就通过研发新的剥夺这个小鼠睡眠的这个实验模型就深入探索了严重长期剥夺对小鼠生理病理的影响他们首先呢是研发了一个高效的小鼠睡眠的剥夺模型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称为全区预防水法CPW 这种模型呢可以高效的剥夺小鼠超过96%的睡眠时间，比现有的模型呢要有效的多那然后利用这种模型持续剥夺小鼠睡眠呢4天吧那么发现大概有80%的小鼠会在72到96小时内死亡。小鼠呢会出现严重的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包括多个器官的损伤。那么这个表明长期的严重睡眠剥夺呢会导致威胁生命的细胞因子风暴和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症。通过药物干预和免疫缺陷的小鼠实验证实这种睡眠剥夺呢引起的这个细胞因子风暴是导致小鼠死亡的重要原因。那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睡眠剥夺呢会增加脑内前列腺素，就叫 D2 PGD2 的这个产生和外泄。那 PGD2 它通过 DP1 受体呢在外周诱导这个炎症因子和中性粒细胞的增多，这就引起了细胞因子风暴这么一个重要机制。另外发现通过药物或者基因靶向抑制这个 PGD2 的合成、运输和信号传导，都可以有效的减轻睡眠剥夺导致的免疫损伤。所以这项研究就发现了新的睡眠剥夺通过脑内的 PGD2 信号通路引起的外周这种免疫系统失调的这个分子机制，给探索睡眠调控和其他的生理过程呢就提供了重要线索。那这篇论文的作者有13家，实际上这个合作单位吧，
包括呢协和医院、北大清华内的多个机构啊，中国农大、重庆新桥医院还有中科院等单位。那一座呢叫桑迪，它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研究生院，那么应该是在读博士啊。里面呢有2位重量级的老师，一位叫张尔全老师啊，他是来自清华，还有一位呢李一龙老师来自北大啊。刚才啊说他们研发的这个小鼠睡眠剥夺模型啊，叫全区预防水法 Curling Prevention by Water。那名字都告诉你了，你能想出一个让老鼠不能睡觉的方法吗？我是没想到啊，说起来这个是有点残忍啊，他们不知道在哪儿获得的这个灵感啊，就是研究者呀，通过长时间观察这个小鼠的这个睡眠视频，发现小鼠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呢，它会蜷曲身体，头部低垂。基于这个发现啊，他们就设计了这个全区预防水法的模型，把小鼠啊单独隔离在个圆柱形的笼子里边，笼底呢铺一层很浅的水，大概8毫米的厚度。这个水的深度是很关键的啊，恰好呢是能到这个小鼠的这个脚踝附近。当小鼠开始进入睡眠，身体蜷曲的时候啊，它的鼻子就会接触到水面，被惊醒。这样反复刺激啊，就强制小鼠保持这个清醒状态。所以这个模型啊，比常见的其他的睡眠剥夺模型，比如说轻微抚摸式的呀、活动带呀，这些更有效，而且可以持续高效的剥夺小鼠96%的睡眠时间。那这个模型啊，让小鼠呢平均每天清醒时间是1400分钟，一天啊才1440分钟，对吧？这就占总时间的96%，那睡不了。当然啊，他们同时呢还做了一个对比实验。那环境控制组啊是在笼子里呢放一个湿的垫子，模拟呢就是同样的这个环境而不剥夺睡眠做对照实验用。毕竟有了水呢，是吧？这个就要排除湿度的影响，就做个对比实验。那这个睡眠剥夺的模型还是很巧妙的，利用了小鼠的天性这个习性，设计出这种高效的睡眠剥夺的方法。当然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小老鼠可能也许不听话啊，研究人员呢应该是在操作的时候会对它进行适当的管理。大家觉得是不是好残忍呀？这个符合这个生物实验伦理吗？我觉得既然能在 Cell 上发表啊，公开了，我只能认为这项研究总体上它遵守了动物实验伦理规范。虽然手段呢是有点残忍，但出于对人类健康的这个推进啊，是有的必要性的。因为这种睡眠剥夺模型目前还没有非动物的替代方法啊。虽然犯罪组织和恐怖分子经常通过光照剥夺人睡眠，但是这些坏蛋和人渣不会给你数据，所以利用动物模型探索睡眠生理功能啊，是当前的重要手段。当然，后续的研究中啊，科学家呢是有责任进一步的完善这个模型啊，尽量减轻动物的苦难。我们啊也应该推进新方法的研发，是吧？进一步减少动物的实验。那当然不能再说了，再说我们就圣母婊了，对吧？毕竟动物实验是目前最认可的可行的方法，总比拿人实验好吧？拿你实验。所以我们常说这个熬夜伤肝啊，到底是怎么伤的呢？所以这篇论文啊，就对这个长期严重睡眠剥夺后的小鼠脏器损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肝脏7%的小老鼠出现了肝组织坏死，伴有炎性细胞浸润。脾脏4%啊，就是1/2的小鼠脾脏出现了边界模糊。肺3%的小鼠出现了急性的肺损伤。肠道呢2%啊，就是1/4的小鼠出现了肠道结构受损。肾脏呢是1%的小鼠肾脏出现了病变。另外啊，生化指标检测显示呢，即使存活的睡眠剥夺小鼠，它的血清丙氨酸基转移酶就 ALT， 天冬氨酸的氨基转移酶就 AST 和尿素也较正常的小鼠升高。哇哟，这太恐怖了，吓得我赶紧看看我的这个呢，看一下我的这个指标。哎呦，我的这个还行，我的 ALT 是40， AST 是25，还在正常范围内啊。不过呀，这个体检前我是经常熬夜
睡眠后啊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数了，是吧？所以这些观察结果就表明啊，长期的睡眠剥夺对小鼠的损伤啊是全身性的，涉及到肝脏、脾脏、肺部、肠道、肾脏多个脏器和系统。那小鼠最后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进一步的检测就发现啊，这种多脏器的损伤实际上是由一种称为细胞因子风暴的过度免疫炎症显应所导致的。那实验中啊，也观察到了活性氧，就 ROS 的积累啊，但是因为这种抗氧化剂治疗啊，未能防止小鼠死亡，说明 ROS 的积累呢不是直接死因。那真正导致小鼠死亡的原因啊，是睡眠剥夺引起了脑内前列腺素，前面说那个 D2 啊，它的合成增加。那这个 PGD2 呢，就通过血脑屏障进入了血液，然后过度的激活了免疫细胞，产生了足以摧毁生命的细胞因子风暴。那使用 PGD2 的合成抑制剂或者受体拮抗剂呢，它可以明显减轻这种细胞因子和风暴造成的这个脏器损伤。上面提到这个 ROS 啊，它是活性氧物种的这种缩写，叫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它指啊一系列包含氧而且比较活跃的自由基核分子，比如说啊超氧阴离子啊、氧原子、羟基自由基和过氧化氢等等。ROS 啊，它会通过氧化反应损伤细胞内的生物大分子，比如说 DNA、蛋白质、脂肪等。短时间内的这个 ROS 啊，它可以起到细胞信号的这个作用，但是过量的 ROS 会导致细胞损伤，引起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所以在这篇论文中啊，研究者就观察和这个看到了这个睡眠剥夺小鼠它体内的 ROS 水平升高，提示出现了氧化物损伤。但是后续的实验就表明呢， ROS 的积累不是直接导致死亡的原因，而是睡眠剥夺诱发的炎症反应这么一个特征和标志。所以啊，这个熬夜影响免疫，这是有道理的。所以这项研究啊，就确定了睡眠剥夺啊，通过增强脑源性的 PGD2 的外排，它去激活了外周的这个免疫系统，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细胞因子风暴和系统性的这个炎症反应。这就为我们理解睡眠调控免疫系统啊，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这种机制上的解释。好了，那这个论文呢就讲完了，你怎么看？你是码农，不想放弃福报啊？你是大夫，必须熬夜急诊？你是 YouTuber， 必须提高流量？还是你是游戏迷，今晚必须和哥们儿连马网的？我们呀要想想啊，猝死在办公室里面那些大厂的码农，是吧？想想刚出网吧一头栽倒的这个网瘾少年，想想那些公司刚敲钟就突然病重的那些职场精英啊，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啊！看完我的视频，关机睡觉。好的，今天视频跟大家讲到这儿，祝您健康平安，再会。